好的，来看看今天我呢是给大伙带来凤舞九天音乐工厂啊，《三国战记2批》的凤舞龙吟，它之所以叫凤舞九天嘛，它就是意思就是凤舞九天啊，就是好听啊，对吧？好听好玩。然后当然呢，咱们这里先不扯这个事儿啊，对于我狼来解释啊，今天给大伙解说的这个呢是传说中的这个。咱们的这个咒语，你上来方天画戟，很多人说这版本看起来太简单了啊，其实你 out 了啊，这个版本没有大伙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啊。咱们这个玩法呢是用这个赵云，然后呢是用张鲁这件衣服啊，张鲁衣服呢在2批里面呢应该说是防的最多的啊，在原版。但是咱们凤舞龙吟呢把这个版本的衣服啊改的特别的神奇啊。首先这衣服穿完之后呢，它是中毒状态。就是说，他一直穿上这件衣服开始，他就是中毒状态，并且降低自身10%的效果，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咱们的这个攻击力，比如说你看啊，咱们的这个屏幕的右边稍微偏上一点，有一个 AP 等于0，这个咱们玩的难度的是 D0SR， 也是整个这个游戏当中目前最逼的难度啊，没有之一。这个难度呢特别嘚儿，因为之前咱们都是 B0SR 啊，这个很多人玩，那 D0SR 呢就是一上来血量也是初始的，所以说呢这个难度呢是非常的难。然后呢再加上有连击加10，然后还有这个 AP 加10，可以看到啊，这个 BOSS 一共700多滴血，打起来现在就这么费劲儿，打起来就现在这么的费劲啊，所以说这个确实是难。不过难也好，简单也好啊，咱们往后看，目前这个高手呢是之前加我的啊。之前加我，他说这个整错了啊，就是说这个之前那个之前的名字整错了。虽然说2个人都是大神，但是他打的我以为是那个人打的，所以说这个他现在的 ID 呢叫这个乌鸡哥啊，你为什么不叫乌鸦哥啊？他的 ID 叫乌鸡哥。然后他打的这个呢确实很精彩，也是炸了3天房才炸出来。这个版本也是目前《三国战记2批》在游剧平台啊，当然是在游剧平台里面人气最高的一个版本啊，也人气最高的一个版本。他穿上中毒，然后增加100%的这个招式的攻击，以及增加这个 AP 100%的这个攻击，那双增，当然降低10%的这个衣服效果，但是而且身上副作用还是中毒，所以说你看它的副作用有2个超级大的副作用，中毒呢一直费血了，而且还降低自身的这个防御效果，所以说经常在后期那些 BOSS 一打你就秒啊，他打你可能直接就秒了。所以说非常非常难，但牛逼就是加这个超级攻击力。咱们现在还没有这件衣服啊，还没拿到这件衣服，所以说先不扯这个事儿啊。正常的来讲呢，它是攻击的话呢，还有一个增益就是攻击可以回血，然后穿上这件衣服呢，可以这个对吧？你可以这个回血。当然，这个所谓的这个攻击回血，因为你如果说你这个被攻击的这个受创的血量非常的多。那你对吧？你回不回血，你有可能会被 BOSS 直接秒了啊，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啊！当然呢，主要是攻击力加成。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个玩法是进神器，就是说这个神器咱们不用啊，所以说基本上就这个情况。有可能在后期就会被秒，而且呢还没有这个无敌针，被小兵围殴一下呢就会紧急挨打呢，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你被打一下，有可能就被连打好几下，或者说你看就像这种。这个伤害非常的爆啊！当然，目前为止，因为前面的 BOSS 还是非常菜，咱们基本上3下就可以秒你啊，3下基本上可以秒你。感谢我们的李本正赠送我狼了一手这个盛典办卡，然后再就是什么呢？再就是这个全程呢进这个神器，然后武器放在背包里面，有武器大师效果，一把武器加10%的这个试攻。可以增加这个加成，所以说你捡了武器之后放包里啊，这按武器的这个数量算，可以加成这个攻击，这也是非常非常狠啊，而且它是非常高的这个难度啊。赵云可以拿的武器呢有这个真方天画戟啊，还有就是方天画戟，还有这个叫什么爪皮戟啊，爪皮戟也叫爪皮戟啊，就是爪子的那个爪，鹰爪那个爪。然后这里面他说的是赵云只有赵云专属，然后外形长得像方天画戟，其他人物是拿不了的。然后梨花枪还有龙胆枪，它是这么一个设定啊。咱们这个因为这个版本呢，如果你要不天天研究，或者说你不跟游戏作者要这个攻略，
啊，说难听点，你是真不知道是啥意思啊。所以说，在这个节骨眼上跟大家伙讲一下啊，确实是得说清楚。它这里面呢，这个真方天画戟的效果是攻击的时候是霸体，打死小兵加气速度呢增快。这个但是这个也说给移除掉了啊，因为它频繁更新。我这个视频也就是现在做，如果再过2天做，可能又更新了，就看不了了。当然呢，他说移除了啊，初始攻击14%，这个跟原版是一样的。原版是一样的啊，如果是方天画戟的话，应该是42，我记得还不是40几。反正这个设定啊非常狠。这个是哪年的三国战记？其实这个就是三国战记2批，三国战记1叫三国战记100，但是上市之后呢，这个变成115的比较多。后来117修复，直接变119，所以说115比较常见，119最常见啊，最常见119。所以说三国战记 P 就是三国战记119 Plus， 而这个三国战记2呢，有三国战记2和三国战记2批。这个2批呢，就是三国战记2 Plus， 你这么理解就好了。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啊。这里面方天是加60，然后刚才那个什么那个爪皮戟啊，它是增加了这个打兵打兵的加气的这个速度变快。然后初始属性的这个梨花枪，刚才有那个梨花枪啊，可以变换自己的这个五行属性啊，也不能叫五行属性，有毒、电、火、冰啊，然后再加上普通的物理属性啊，就有这些属性。这个你们说什么叫变出来？无限复制的那个版本叫204版本，三国战记2的204版本就可以复制这个拿衣服来复制啊。一般来讲呢，改版都是给移除掉了，或者说原版的话，你也可以选择205版本啊。205版本也是移除掉了这个东西啊，基本上就是这个设定。然后这里面呢，就是大概是这个情况啊，咱们该怎么拿怎么拿。拿上这个方天画戟之后，有一些招式可能会禁掉啊，会禁掉。它这里面设计的非常的多，放道具的话呢，也有什么连环火甲车可以进入爆气状态，然后呢，还有就是像那个什么，那个放那个水兵册那个东西啊，就可以变成隐身衣，它叫幻影术啊，就跟隐身衣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看看，现在各种摘。他这个玩的还是比较狠啊！上次我就解说他的这个 D0SR 的一命通关，也是整个平台当中非常多的啊。然后我就认错人了，但这一次呢是他的 D0SR 的这个进神器的通关，然后用张鲁这个衣服，用张鲁这个衣服就相当于要打无伤了啊，否则有可能一个不小心就被人搞死了。而且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普通这个赵云啊，这个反正他攻击力确实是比较弱啊，确实是比较弱的啊。好，张鲁战袍，这里面这个就是这个张鲁战袍啊，太平道袍，张鲁战袍。好，在等他在等这些小兵穿。为什么这个衣服要他频繁换？你看这个血量啊，你看他血量，虽然说打兵咱们加血，但是呢，咱们这个对吧？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啊？这个血一直在减，你看。穿上之后啊，中毒状态，这个特别的狠啊。人物在中毒状态下被击飞的时候，可以按 B 直接跳起来啊，这有点像那种硬汉的那种感觉啊。就是咱们因为咱们是中毒状态嘛，穿上之后啊，穿上中毒状态之后呢，就有可能会这个在受创的时候呢，按这个跳跃键可以跳起来啊。说白了就不会被连招，咱们可以直接就是利用这个跳来让自己这个躲避这个致命攻击。啷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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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了，现在来讲呢，咱们是直接走到这个上路。海南二马2批都是走什么路啊？都是走那个拆河的路啊。好，拿上这个枪之后调成毒属性，直接一手毒属性啊。我感觉这一把大青钢剑，我这青钢剑多帅呀啊！这游戏里面的青钢剑真的是还原了啊，卡卡的，
我操，这个放完之后是个雷，但为什么那个老虎不被打？有点懵。好，子龙出血。我们要子龙出血，我操！子龙出血也是有意思啊。好，悲迷糊和犬神那个版本，那个是官方的正版，但那个版本呢，就是用官方的玩，它不是，它现在好像还是点模拟出来，坐等那个完整模拟出来。如果模拟不出来，你懂的啊。这样的话就会非常的皮，哎呀。当当啷啷啷，当啷啷啷。啊！当啷啷啷，当啷啷啷。好。喝的是龙井啊，好，你看，为了加这点血，一直在费血。中毒的话，该死也死啊！我一直在想这个衣服，哎，你看，把衣服扔出来，你看，这个玩法非常的狠啊！你把这个衣服扔出来，然后让自己保持这个无敌状态啊！这个不费血状态，无敌状态，你一直费血多嘚儿啊，那老嘚儿了那点啊，泰森的弟弟了都得，所以说我得忍呐。你看现在伤害，你看现在的伤害就不一样了啊，这伤害有点东西。好，龙胆枪，可以看到龙胆枪和手乌，主要是加血啊。刚才咱们跟大家伙说了啊，这个张鲁衣服，张鲁战袍自带中毒状态，攻击招式和攻击加成啊，攻击加成。都加100%，所以说要写清楚啊。神器咱们也禁掉了啊，禁神器了，所以说神器也不用的。长板战神，他明明那个东西是传说中的那个什么啊，那个虎符的那个状态，然后就来的。飞花满天是飞花大神啊，他的名字叫飞花满天。然后你懂的，所以说就这么起名，就好比如果我狼要是改一个游戏，把里面那个左慈改成小狼，也可以理解呀，对不对？那个飞花满天就是一个大神啊，就像你看之前咱们看那些那个改那个版本，就是飞天雪他改版本啊，这个改名叫什么速九，那个改名叫什么什么的啊，各种改。好，来看看啊，都是改版啊！你改版你就不要拿那个正版的事儿来说这个改版的这个啊，都说的是改版，所以说改版肯定是要改版算啊，对吧？好，来看看虚晃。这必须得追地打了啊！用 AB 起手，1000多滴血，这都是属于小 boss， 它不显血管其实挺好的，显了血管之后吧，确实屏幕太乱，尤其是那种双 boss、3 boss 什么的，对不对？这就非常的难啊！好。
不是，我都说的很清楚了啊，他的武器并不是那个吸血属性，他的衣服是自带中毒属性，然后自带那个吸血啊，中毒状态，自带吸血，就这一个衣服就是这个样子了啊。好，其实这个剧情还没有什么大改啊，咱们这个游戏剧情呢也就40来分钟，所以说很快。我们原本看那些改版啊，一整就是1个多小时，但是在这个版本当中呢，如果你像这个玩法，它就不会慢，不会浪费时间。好，日夜双滑，这4000都得写的正牌 BOSS， 看看。好，唰唰唰一顿整，你看啊，这个打人就加血啊，打人就加血，大鹏展翅一顿那什么追地，这没有小兵是好啊，双 boss 上来直接出，好，无限追地，可以继续连啊，我们看看是要给吗？某不服，给个神龙骨水的话，可以直接那个什么啊，但是不给，明显是不要啊。还是正常说神龙骨水的路子啊。如果给神龙骨水的话，你懂的啊。好，开天神兵，每招降一个 boss， 就是首次招降啊，首次招降一个 boss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首次招降一个 boss，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AP 加成。这个还有就是开天神兵。吃完之后呢，咱们可以加那个右上角，你看上面有个 AP 等于28，看不看见？可以加这个攻击力的啊。章河战记是《三国战记2》，这个是以《三国战记2P》为基础然后改的，所以说还好啊。好。上来干1000滴血，看不看见？1000滴血，上来就秒了，上来就秒了啊！这太狠了，这个。哎。好，灰灰要休息不，那个老 K 要休息3天，所以说不用管他。你看，把衣服放在身上，该扔出来啊！扔出来的作用就是告诉你别闹了啊！我不想一直费血啊。但是呢，有小兵在的时候 ，A 咱们可以加血，对吧？加虽然说加不了多少，但是该加。而且咱们拿上这个武器之后 ，A 一下就死了，这感觉加不了多少血啊。应该按理说是不是应该那个稍微面一点？好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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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好。好，进到里面啊，很多地方一定要进去，因为里面有一些这个开天神兵，就是那一把那个剑，一把小短剑啊，那个小短剑，哎，这个你这小短剑如果拿到的话呢，也是会长这 AP， 现在 AP 等于29了，你吃完之后啊，就会有这个那什么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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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
好，把衣服该扔扔啊！每次说老 K， 你都觉得是老 gay 是吗？这话说的，那肯定啊，对不对啊？好 ，AP 等于30。大家伙儿记住啊，这 AP 虽然说并不是直接的攻击力，但是呢，它这个数值越高啊，代表它攻击力越强，这是没问题的啊，你可以这么理解的啊。好，这1000滴血的真吕布啊，锤子一样啊！啊！你身上张鲁战牌，它就是自带这个东西，神将术。啊，看自带你穿上这个张鲁战袍之后，为什么要打无伤呢？你穿上之后啊，他妈人家穿衣服都是加多少，他是减10%，明白吧？就人家穿衣服是为了对吧加攻击力，他减攻击力。好了，刚才看没看见那个叫什么？啊，就刮皮戟啊！为什么叫刮皮戟？赵云专属武器，赵云的专属武器，相当的凶狠啊！当当当当，当当当当，当当当当，好久没见啊，好久没来了，你这好久没见，那肯定的啊。好，大鹏展翅，3A 带大鹏。好，直接给牛金5000滴血，牛金毒死了啊！生给毒死了，我操，你太狠了这个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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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这是正常过关了。AP 等于39，最多 AP 等于50多啊，不是，也不能说最多。反正你按照你自己的路线搞，按照自己的路线搞啊。牛金在三国里面武力值能排上吗？严格来讲，武力值虽然说排不上，但是这个很厉害。就是牛金这个人厉害，但是他没有他作战智商得需要有人去帮他啊。就是很多人要知道作战还有作战智商，作战智商这个很重要，对吧？你们懂吧？啊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当当当当。好，来一顿 A 啊！感觉他这招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挺牛逼，但是攻击力不高，而且没有那个东西啊，没有这个后续，这就比较嘚儿啊。啊！好，蝎子女啊，这里面。这都没血了，你看，有人参啊，6根人参呢。它这里面设计，如果说是到这个快没血的时候，你看它到残血了之后呢，你就不会自动废血了，就是因为你没血了，它不会让你死，它
是这么一个设计啊，它不会让你死，但是确实是好。张鲁战狼哥，张鲁战袍干什么的？张鲁战袍治眼睛的，张鲁战袍。我操，这个这么厉害吗？他跳起来在刚才那个位置上大鹏展翅，然后可以直接把所有的兵全干死。鱼鳞一。哎，对你现在吃香怎么说？你看吃完香照样费血啊，吃完香照样费血，所以说没有意义啊。这个吃那个香也好，来看看，给自己放了隐身衣，然后直接隐身衣起手啊，生怕自己有危险。不过1000多滴血，像这种啊，直接就搞定了就完事儿了，不扯这个逼事儿啊。好，来看看。还可以往右走啊，还在等。好，小兵，哎，我操，这一下，兄弟们看不看见？这是普通小，这不能，这就是一个小兵给他一杵子，一个小兵给他一杵子，就2下必死啊，就2下必死啊，兄弟们，这确实狠，这个。而且如果说是 BOSS 的话，你懂的啊。好，狼哥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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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这要招降了，招降了，这脸都绿了，脸都紫了啊。招降了之后，咱们也可以当 AP 使用的，就吃这个 AP 攻击力加成的。该招降的时候是要招降的啊，兄弟们啊，就是正常的话啊。但是你招降不了，你像刚才啊，你这不是说招降的事儿，就是原版跟这个已经大相径庭了，不一样了啊。我记得之前像招降还点什么夏侯惇，然后怎么地。好，这是张辽加吕布啊，这个特别贴近史实，直接秒掉。现在用雷秒啊，咱们这个气儿最多是能攒9个气儿的。好，噔噔噔噔。好，哇，这个书，请问这个书要减多少下？来，好，该放火还是放火，普通的小兵还是没有那个办法啊。啊，孙子兵法原来是有一个妈的这个封书在这儿啊，如果没有这个封书，我操，看不到啊！你们能看到吗？我是看不到，不知道你。好，一会儿看看曹操。好，感谢我们的V7哥赠送我狼的一手大金卡啊！哎呦我去！好，主公饶命啊！防！啊，看这个直接就是啊，帮他挡一下。我操，9500滴血，一个孙子兵法，2套招就给秒了。然后这个孙权还想上来装逼，一招就秒。孙权还想来装逼，这个设计有点狠了，这个设计啊。好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当变，好，
这要选一个是正面攻城，一个是旁击侧城啊，是这么个路子。咚咚咚咚，小曲儿挺嗨啊，这个小曲儿啊。好。好，来看看周泰，你们别扯操作的事儿啊！这个游戏你要不了解，首先你没法玩，操作呢也一样犀利。如果被打一下，你们知道啊，那可老惨了啊，直接就秒啊！这也是炸了好几天才炸出来的，兄弟们，乌鸡哥啊！好。好，孙子兵法加上5战袍，哇，这个伤害！你刚才9000滴血的曹操2套招就秒，应该算是1套招，因为追地嘛，看起来像2套一样，其实追地啊，这个确实是狠。好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日月双华，这1000多滴血，你看，哎，边打边加血啊，这感觉边打边加血，这个设计非常的嘚儿。它这里面刚才也说了，这个连环火甲车也有用啊，连环火甲车可以让这个赵云变成这个爆气状态啊，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设计。好，啊，连续的嫌疑，啊，一会儿看看黄盖啊。这黄盖这个每次一出现在这儿啊，总感觉到就是黄盖就是个，就真的就是设计成他火烧那个曹操，然后就设计成玩火的了，就跟玩火的干上了啊。好。来吧，一会儿看看怎么秒杀啊！甘宁加黄盖6000，你上来先秒一个甘宁，然后看一下6000滴血的黄盖啊，一个火，小心被秒啊！啊，被火烧到了，但是没有后续。好，大参都不够吃的，可不咋的啊！这个确实设计的啊。雷击，然后再接子龙朱雀，子龙朱雀，哎，子龙出血啊！哈，这个名字确实狠啊！好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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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在这里倒一倒手啊！这里武器也有加成啊！为什么要攒这么多武器？每一个武器也有攻击力加成，妈呀，每一个武器有攻击力加成啊！好，来看看，又是没血了。你知道没血的话呢？你说你把衣服扔了没有意义，你还得捡起来。
然后没血了呢，他虽然说不会自动死，但是你就是被打一下就死，相当于无伤，对吧？为了这点攻击力啊，这也是煞费苦心啊，兄弟们，看没看见？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，就是拼，老娘跟你拼了啊！来看看这个孙权，孙权。好，哎，这个吸血根本吸不上来，真的，这个吸血根本就吸不上来啊！这个孙权一手后啊 Kinsa， 然后哇3个 BOSS 啊！先干掉一个，这 BOSS 居然没有血量显示啊！这个 BOSS 啊，给自己放了一个隐身衣，这个幻影术啊，就是这个水冰色。再打死一个，孙权没死，先把2个小弟整死啊！然后看看怎么说，找一个机会，先日月双滑，然后再子龙出血，没追上。妈的，哎，拿这个风雷化戟也能日月双滑，我操，这太狠了这个啊！好，还剩1000多滴血，追地再大缝，没戏了，没戏了，放一个神龙骨水，一下9颗气啊！这个设定哈，一下9颗气也太凶了，可以。好。大伙儿不要着急啊，后面还有一个小剧情啊，后面还有个小剧情，这个并没有完事儿。三国战记2P 的其实阉割了，就跟封印再起似的啊，他为了要感觉剧情合理，好像阉割了一下。但是三国战记2和三国战记119正常版，它就没有阉割这个某一个所谓的跳关啊。当然呢，咱们就看啊，这多了这么一关，2P 是没有的，2是有啊。来看看怎么说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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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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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啊，好的，这个大象啊，4000滴血其实也不抗干，你看，其实用这种招式打各种吸血，虽然说吸血还是吸的有点慢啊，但是你该吸啊，你看，啊，根本就不慌，对不对？好，该吃啊！好，直接进屋。感觉这个你不进密室设计有点不太好啊，对吧？为什么不进密室呢？对不对啊？好，好，还是这些牛，这些其实清这些牛啊，心态也是多多少少有点崩的啊。对吧？我又不想那个啥，你说你跟我扯这个事儿，对不对？直接心态就崩了啊！好，道家秘本。哎，你没发现其实这很多的那个样子都没有变吗？很多样子都没有变啊！你看这个。你看这个沙摩科，它的样子就没变，对吧？沙摩科样子就没变。
啊，再大风场式。噔噔噔噔。好，一会儿看看啊，进到密室里面的话也行啊，因为毕竟有这首密室啊，这首密室怎么说？张鲁战袍，好引，这时候没必要费血啊，把衣服先扔了，但是那个衣服会消失啊，别着急，还是要进去啊，53 AP， 还是要进去，好，还是往里走啊。这里面哇，你用这个就可以有火属性，对对对，你这一手火属性也太狠了啊！明显就是欺负老实人的节奏嘛啊！好，先一个给自己放个连环火甲车，看看怎么说啊？啊，隐身衣，直接秒啊！普通吕布啊，兄弟，对不起，那个普通的那个真吕布，不是这个吕布啊，这个吕布一个子龙出血就秒了，也太狠了。好的，雷完之后再雷追地，然后子龙出血，直接3套招连死啊！虽然说还是用了3套招，但是确实是该说不说啊。噔噔噔噔噔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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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啊 ，AP 54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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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的们看招！好，来，这个曹操跟孙权啊，两个大哥，曹操跟孙权的两个大哥，好嘞，但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像免死金啊，那个不要，那个叫再战金牌啊，再战金牌，然后直接真吕，感觉这个真吕的防好高啊。好，但是最终还是被连死了啊！孙子加这个啊，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懂路子了之后呢，连招倒没什么，就是一定要，对吧？你看这个录像倒是感觉，哎，确实很好简单，我玩过也行。当你一玩，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啊！确实是非常的凶。那不得不承认啊，最后也是感谢我们的这个乌鸡哥啊，终于打了好长时间，终于打出来了啊！大概是3天打出来的。然后不仅是一命通关，张鲁进4个神器啊，进神器，可以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收听。如果大家会喜欢我狼解说啊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